1999年，在这个人均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，未婚妻居然找我要3000块的彩礼，我拼命凑齐，她却在新婚当日临时又加了3000块的过门费，还要3转1响，逼我借债卖房。我一一照做，可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敲诈勒索。妈，求您了，就让梦瑶嫁给我吧。想娶梦瑶可以，3000块的门槛费1分不能少。梦瑶，我省吃俭用在厂里拼了3年，才凑齐了3000块彩礼，现在上哪儿去弄3000的门槛费啊？我要的不是钱，是一个态度。哼，我女儿愿意下嫁给你，是你8辈子的福气。大壮这孩子也不容易，咱们已经收了不少彩礼，就别为难他了吧。谁为难他了？是他自己没出息。瑶瑶，你看到了吧？一个男人如果连最基本的经济基础都没有，那跟废物有什么区别？依我看，咱们还是及时止损吧。我给还不行吗？壮哥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哥几个凑一凑应该够数了。谢了，这钱我一定还，都是兄弟，咱们不说这话。壮哥，你先紧着结婚，其他的等媳妇儿娶过门再说。第一关勉强算你过了，但你娶我女儿总不能空手来吧？3转1响，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一样不能落。什么？3000块的彩礼，3000块的过门费，现在又要3转1响？我一个月工资才100多，拿什么买啊？你们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吗？谁逼你了？是你娶我，又不是我娶你。男人多付出一点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瑶瑶，我可听说了，村里2婚的结婚都有3转1响呢。你可是村花，该有的绝对不能少。林大壮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在你的眼里，我连一个2婚的都比不上吗？梦瑶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不管，别人有的我必须得有，没有3转1响，今天这婚我不结了。老周，我让你给我儿子准备的东西都办好了吗？100万彩礼、黄金首饰、高档烟酒，还有城里的2套新房，全部安排到位。当年因为一场意外，我把大壮一个人放在农村穷养了20年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。今天是我儿子大喜的日子，我要弥补这20年的遗憾，把最好的全部给他。老周，备车，陪我儿子去接亲。狗娃，这次3转1响的钱，等我工资结了，立马还你。壮哥，俺不着急，你快去接大嫂吧。梦瑶，3转1响，我给你弄来了。二牛、小虎，帮忙搭个手。怎么就3个？还有一件呢？一看就是不值钱的垃圾货。大壮做的已经够了，彩礼、门槛费、3转1响全部到位，有里有面，没得挑了。赶紧把媳妇儿接回家吧。梦瑶，我终于可以接你回家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你不会以为这么容易就能把瑶瑶骗到手吧？你什么意思？3转1响只是基础，还得有4季衣裳。你总不能让瑶瑶这么美的女孩子跟着你穿粗衣麻布吧？再拿500出来。普通的衣物几块钱一件，你要我500？瑶瑶是普通女孩吗？她是咱们村的小仙女，当然得穿牌子货。林大壮，我嫁给你可不是当老妈子的，难道我不配穿漂亮的衣服吗？可是我已经被掏空了，实在拿不出这么多。那是你的事儿，以我的条件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。我都顶着这么大的压力下嫁给你了，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？4个大老爷们儿连500块都凑不出来，真是物以类聚，一群垃圾。你怎么说我都可以，别沾上其他人。瑶瑶，你看他好凶啊，说不定有家暴倾向呢。林大壮，露露说的是实话，你吼什么？行了，别转移话题。梦瑶，我就问你，我配不配得上500块的衣服？配得上，当然配得上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多余的钱了啊！大壮，你之前不是在我这儿存了点钱吗？刚好拿来给梦瑶买衣服。行了，快数数够不够？说，刚好够500。你老实告诉我，这钱是他存的还是你给的？家里钱都你管着，我哪有这么多钱？大壮啊，叔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梦瑶，这是4季衣裳的钱。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对男人绝对不能心软，这一下子就多榨出了他好几千。露露，多亏有你，
不然我真不知道林大壮能拿出这么多钱。一个男人如果不能把一切都给你，那他肯定配不上你。还没完呢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梦瑶，跟我回家吧。想得美，还有5金6礼呢。什么5金6礼？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手镯、金项链、金吊坠加一起最少100克。另外，烟酒茶、桌椅凳48条腿一样不能落。彩礼我给了，门槛费我凑了，3转1响我拉来了，4季衣裳我也拿了，现在又冒出一个5金6礼，你们这是结婚还是要我命啊？就是啊，村里结婚哪有这样连吃带拿的，吃相也太难看了吧？这哪是嫁女儿，这是卖女儿吧？哼，那咋了？我女儿貌美如花，追她的从村头排到村尾，结婚收点小礼物不是很正常吗？小礼物？你们要的5金6喜加起来要上万块了，村里有几个万元户啊？少扯那些没用的，我宝贝女儿值得最好的，如果你给不了，那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钱，你们一家人钻钱眼里了吗？梦瑶，我已经把我能给的一切都给你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逼我？算我求你了行吗？我真拿不出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说我拜金吗？我要是真拜金的话，怎么可能跟你这个穷鬼在一起？我说了，我要的就是一个态度。露露和我妈都是为我好，有什么问题？难道我配不上最好的吗？你要非要这样想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不是配不配得上，是你们要的太多，我给不了啊。那你就想办法，用心者不用教，无心者教不会。癞蛤蟆有机会吃上天鹅肉，你就偷着乐吧，还有脸在这讨价还价？对，5金6礼一样不能少，否则你没资格踏进我家的门。翠芬，瑶瑶，差不多行了。大壮这孩子一个人能把家撑起来不容易，咱们不能这样把人往死里逼呀。庄成刚，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？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！又不是我强迫他的，是他自愿的。这是我爸之前送我的，应该能抵得上5金6礼的钱了。这玉佩是满绿，水头极佳，品相也堪称完美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帝王绿？金叔，难道这玉佩很值钱？如果是真品，保守估计6位数啊！6位数，那不得10万了？怎么可能？咱们村最富也就万元户，一个破玉佩10万，疯了吧？可能是我看错了。那还用说，肯定是几块钱的地摊货。林大壮，你拿这种垃圾糊弄瑶瑶，真当我们是傻子吗？你爸都20年没出现了，不是坐牢就是死外面了，哪还有钱给你买什么奢侈品？我最讨厌撒谎的人了，林大壮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梦瑶，这真的是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，5金6礼上万块，我就算卖血也攒不起啊！林大壮，别说我不帮你，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你凑齐5金6礼，就看你诚不诚心了。什么办法？很简单，你把你家那套破房子过户给瑶瑶，就当做是给5金6喜的钱了。可如果把房子给梦瑶，那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你虎啊！都成一家人了，还分那么清干什么？林大壮，难不成你以为我会惦记那套不值钱的破瓦房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听你们的还不行吗？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梦瑶，你的所有要求我都做到了，这下总可以跟我回家了吧？梦瑶，你傻呀！他连最基本的房子都没有，你嫁给他干什么？喝西北风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没车没房没存款，还欠了外债，就你这种不入流的泥腿子，拿什么给我家瑶瑶幸福？刚才你明明不是这么说的。抛开刚才我随口说的不谈，事实就是现在你连房子都没有，还好意思娶媳妇儿？露露说的一点没错，我家可不招赘婿，没房子你拿什么接亲？这不是净扯淡吗？你们非要把老子活活逼死是吧？庄梦瑶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这婚你到底是结还是不结？林大壮，你吼什么吼？我不喜欢情绪不稳定的男人。我连房子都搭进去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露露和我妈也是为我好，你就不能理解一下呢？为了一点小钱，居然对我大吼大叫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小钱？你们前后后要了我2万了，把我未来10几年的收入都透支了，现在跟我说是小钱？男人挣钱给女人花不是应该的吗？真是个抠搜男！我一辈子就结一次婚，让你多花点钱怎么了？林大壮，别跟我在这里哭穷卖惨，你就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？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工作？为什么别人能成功，而你到现在还是个小肚鸡肠的窝囊废？女儿啊，咱们做人得讲良心，你要是想跟大壮过日子，就别再为难他了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咱就把东西退给人家，好聚好散。退个屁！我女儿化妆不要成本啊，老娘不要面子啊！
他要么给我变出一套房子来，要么从哪儿来滚回哪里去，别在这儿当显眼包。林大壮，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很不满意，结婚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咱们村居然还有能开得起小轿车，这得多有钱啊！那好像是电器厂黄厂长儿子的座驾，他怎么来了？梦瑶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怎么搞的？林总，前面有树桩挡着，车开不进去，我这就让人给铲了。时间不够了，你挑几个人带上礼品，咱们先步行过去吧，可别耽误了我儿子的终身大事。瑶瑶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今天来是向你求婚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给我吗？瑶瑶，不管是身份地位还是财力，皇少都甩林大壮那个废物10条街，而且他对你一片真心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快答应呀！这也太突然了吧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。庄梦瑶，今天的新郎是壮哥，你联合别人过来踩场子，不怕生儿子烂屁股啊？没错，人家结婚你搁这又唱又跳的，要不要点脸啊？那咋了？你们这些土狗有什么资格阻止我们家小仙女过上更好的生活啊？梦瑶，你别信他，咱们厂子里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仗着他爸是厂长为非作歹，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姑娘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烂人啊！林大壮，你不过是我爸厂子里的一个流水线工人而已。说白了，你就是我黄家养的一条狗，也敢跟主人叫板。壮哥，你没事吧？臭瘪三儿，看什么看？敢动老子一根毛，我让我爸整死你们！梦瑶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就是一个仗势欺人的恶霸，不可能真心对你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。我觉得很正常啊，男人这样才叫豪迈呢。就是黄大少感情经历丰富，爱憎分明，恰恰说明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，而你只是个打螺丝的穷鬼，给黄少提鞋都不配。瞧这一表人才，这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完美女婿啊！这门亲事我同意了。今天是大壮跟梦瑶的大喜日子，就算他俩成不了，咱也不能把女儿嫁给别人啊！这像什么话？俊伟那是别人吗？他可是黄厂长的独生子，咱们村首富的儿子，他林大壮就是个臭打工的，也配跟我女婿相提并论。这么说，二老是同意我跟瑶瑶的婚事了？同意，同意。你俩赶紧把该办的事情办了，争取早点给我生一个大胖外孙儿。唉，造孽呀！瑶瑶，你爸妈都同意了，只要你点头，这辈子我保证你衣食无忧，过人上人的生活。瑶瑶，不知道多少女人想嫁进黄家呢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答应啊！林大壮，你抽什么风呢？全村谁不知道他黄俊伟是恶霸流氓？庄梦瑶，如果你自甘堕落，嫁给这么个只会拼爹的玩意儿，那我无话可说。就当这么多年老子瞎了眼，真心错付了人。你在狗叫什么呢？老子能拼爹，你能吗？有种你把你爹叫来，咱们拼一下实力。林大壮，有种你也投个好胎呀！没能耐就闭上你的臭嘴巴！嫉妒会让人面目全非。林大壮，你现在的嘴脸真的是格外丑陋，能别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在我家发疯了行吗？庄梦瑶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今天这婚你结还是不结？爸，儿子，爸来陪你接亲了。爸，你来的不是时候。爸来的正是时候。两位应该就是亲家公亲家母吧？你是？我是大壮他爸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模样和身段只能说是一般，也没什么气质，但只要大壮喜欢，我就全力支持。把我给儿媳妇准备的东西拿出来。彩礼88万，极品翡翠玉镯1对，黄金10001颗，主城区房产2套，一点略薄心意，还望亲家别嫌弃。88万彩礼，1万克黄金。爸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大壮，你放心吧，这场婚礼爸一定帮你办得风风光光。笑死我了！林大壮，你可真是个人才，为了骗婚居然还找来了演员。你说我是演员？谁不知道林峰他爸消失快20年了，偏偏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大款的爹，鬼信啊！咱们村连万元户都没几家，还88万彩礼，你对钱有概念吗？真是吹牛不打草稿。可万一是真的呢？我的傻闺女啊，你太天真了，能拿出这么多彩礼的人，身价不得几千万了啊！你见过哪个大老板是用腿走路的？连辆车都没有，一看就是你腿子装的。我们的车队被堵在村里了，稍后就到。行了，老东西，你
别以为穿的人模狗样就真是人上人了，你们的把戏我一眼就看穿了。林大壮这个穷鬼，就算投8辈子胎，也没当富二代的命。你们就算演戏，也好歹要演得像一点吧。这是价值66万的顶级翡翠，碰坏了你可赔不起。给我放下！还66万，一群智障真能吹，这摆明就是玻璃造的，6块6都不值，拿这种垃圾糊弄谁呀？你大胆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在打假。玉镯是假的，房产证是仿造的，还有这些钞票也全都是假钞的。瑶瑶，你看到林大壮什么德行了吧？居然找人装大款骗你，太不要脸了！林大壮，你穷就算了，没想到骨子里这么坏，为了骗婚不择手段，真是令人作呕。死装货！什么样的人生，什么样的儿子？就算你爸真回来了，估计也和你一样，一个是小窝囊废，一个是老窝囊废。大壮是个老实孩子，不像是会干出这种事情的人。万一这一切都是真的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老糊涂了是吧？咱们村首富身价撑死也就几十万，他一口气拿出价值几百万的彩礼，这要是真的，老娘把村里的旱厕都给吃干净。大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如你所见，他们对我各种挑刺，并且还要抢婚。抢婚？真是精彩啊，林大壮！没想到你个狗东西居然还有这胆子，找的演员入戏还挺深。要不是牛皮吹得太大，老子都被你唬住了。还敢跟我拼爹？你他妈有那个实力吗？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老子是怎么抢走你女人的！瑶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哇，用易拉罐拉环当戒指，皇上果然别出心裁，太浪漫了吧！瑶瑶，机不可失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答应皇上吧！俊伟他爸可是电器厂的厂长，你跟了他，咱们全家都得跟着飞黄腾达，以后享不完的福啊！梦瑶，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有些选择做错了，就再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你懂个屁！林大壮那个满嘴谎话的下三滥，只是皇家养的一条狗而已，跟俊伟根本没有可比性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。儿媳妇，虽然你妈跟你这个脑残姐妹没眼光，但你眼光不错，选对人了。谁是你儿媳妇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？林大壮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就别硬凑了。我不拿穷人的东西，你爸给你的传家宝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我愿意。俊伟，你太有心了，郎才女貌，简直是天作之合啊！好，太好了，傍上这么个有实力的好女婿，咱家要一飞冲天了啊！你们抓紧时间，今晚就动房，争取多生几个大胖小子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放心吧，妈，我会努力的。林大壮，你又发什么神经？今天是我和俊伟大喜的日子，你能别死皮赖脸的缠着我吗？我死皮赖脸，到底是谁他妈没皮没脸啊？你说谁呢？老子说的就是你，你闺蜜还有你妈。庄梦瑶，这么多年我怎么对你的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彩礼、门槛费、3转1响、4季1上、5金6礼，老子倾家荡产的满足你们的条件，连房子都过户给你们了。到头来，他姓黄的连个屁都没放，用一个塑料拉环就把你给搞定了，太他妈可笑了！我说了，不是钱的问题，俊伟能给我安全感，比你这个满嘴谎言的窝囊废强10000倍。我们是嫁女儿又不是卖女儿，当然得找一个好人家。你再怎么叫都没用，你就是配不上我女儿。林大壮，别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们家瑶瑶了，行吗？癞蛤蟆只配找癞蛤蟆，你这辈子都吃不上天鹅肉。庄梦瑶，我娶你过门，你们既要又要还要。他黄俊伟一来，你们全家都上赶着免费倒贴，不就是因为他爸是厂长吗？不就是因为他家里有几个臭钱吗？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大壮，能及时看清这个女人的嘴脸是一件好事，及时止损吧。天下好女人多的是，没必要为了一个臭鱼烂虾耿耿于怀。跟爸回去吧，以后你就是林氏集团的接班人。是啊，少爷，这群有眼无珠的井底之蛙根本不配和您沾上半点关系。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演？林大壮，你只是我爸厂里的一条厂狗而已。哼，既然你这么爱装，那老子就满足你。从现在开始，
你被开除了。让你装富二代，这下好了，连工作也丢了，变成丧家之犬了。林大壮，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你跪下来给我老公认个错，或许我还能帮你说说情，保住你的饭碗。你爸是海利电器厂的厂长黄有龙是吧？怎么样，吓傻了吧？哈哈，这个村姓黄，我黄家看上的东西全都是黄家的。看在瑶瑶的面子上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跪下认错，我还能赏你口饭吃。否则，老子让你在村里没有容身之地。让我儿子给你下跪，你也配？大壮，黄有龙在厂里难道没有关照你吗？为什么要关照我？少爷，之前林总想接你回家，你不愿意，一心待在村里。林总给钱你也不要，他只能在工作上面帮帮你了。海利电机厂原来只是个濒临破产的小作坊，是林总一手将它扶持起来的，纯粹是因为你在厂里。关照个屁！壮哥在厂里的模具组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。黄家的父子简直不把他当人使。什么？敢这样欺负我儿子，让黄有龙滚过来见我！是。这是大哥大，我之前进城见到过，一个得上万块了呢。我怎么越看越不像是演的了？莫非这些都是真的？听说黄有龙是得到林氏集团的赏识才咸鱼翻身的，林大壮也姓林，该不会真的是林家的大少吧？拉倒吧！他林大壮真要有这个背景，会在村里当20年的穷鬼吗？这大哥大一看就是模型，骗鬼呢！林氏集团的董事长跟我爸是兄弟，长什么样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还敢冒充他，真是狗胆包天！林大壮，我不管这老头真是你爸还是你找的戏精，都别再丢人现眼了，行吗？这样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。干什么？这么着急忙慌的？厂长，我刚才在整理文件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封遗漏的信。不就是一封信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关键这是林氏集团的信啊！快，拿给我看看。林大壮是谁？是咱们厂里的一个工人，怪不得林氏集团突然投资咱们这个小破厂，原来他们的少爷在咱们厂里。我打听过了，林大壮在模具组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。哪个王八蛋把他调到模具组的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林大少给我请来啊！今天请假了，说是要结婚。林氏集团的周管家来电，让我去一趟老庄家。那没跑了，林大壮今天就是跟庄家的女儿结婚。快，把我珍藏的那根百年老参拿出来，然后立即拟一份股份转让协议，把电器厂1半的股份送给林大少。要是抱上林家这棵参天大树，我们就能一步登天了。行了，别搭理这些穷鬼了，我晚上还得和瑶瑶办正事儿。讨厌。对，酒席可以晚点办，你们先办正事儿，把证领了再说。瑶瑶，我可是你跟皇少的媒人，你飞黄腾达了，可不能忘了我。放心吧，露露，你这么为我着想，我怎么可能亏待你？林大壮给的那些东西，我分你一半。那太好了。不行，大壮的东西谁也不准动。大壮，叔对不住你啊。叔，我不怪你。瑶瑶，既然你做出选择，那就把大壮的东西退给他。退个屁！这个土鳖耽误了我女儿好几年的时间，他给的那些3瓜2枣，就当是弥补瑶瑶的青春损失费了。你女儿的青春是青春，老子的青春就不是青春吗？有些人出生就在骡马，有些人一辈子都是牛马，而你就是后者。你的时间一文不值，哪配和瑶瑶的青春相提并论？林大壮，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，给彼此留一点体面不好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不是钱的事儿，结果转头就嫁给了黄俊伟。我林大壮真是瞎了眼，竟然为了你这么个又当又立的女人付出了所有。爸，以前是我太过理想化了，把人心想得太简单，总想着凡事靠自己，可是活得一点也不轻松。现在我想通了，爸，我愿意跟你回城里。好，大壮，爸会把这些年亏欠你的全部弥补给你。还搁这儿演戏呢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爱演滚回去演，别耽误我女儿出嫁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给新郎新娘送礼的。爸，这株老参不是你的心头肉吗？你自己都不舍得吃，原来是给我们准备的啊！黄厂长，不对，应该叫你亲家公。我女儿真是有福气，能嫁给俊伟，以后咱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。瑶瑶，还不快叫人？爸，奇怪，黄大少不是说只想玩玩庄梦瑶吗？怎么他爸亲自过来了，还送了这么大的礼？难道他来真的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句话也听不懂？算了，正事要紧。
林大少，新婚快乐！这是我的一点微薄心意，您可一定要收下呀。爸，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？你一个厂长给他一个泥腿子送什么礼呀？给我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给我滚一边去！林大少，这是电器厂的股份转让合同，只要您签了字，以后电器厂一半的股份都是您的。而且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海利电器厂的副厂长，月休30天，收入您说了算，您看可以不？老公，咱爸是不是喝醉了？怎么开始胡言乱语了？是啊，这一看就醉得不轻，肯定是把林大壮那穷狗当成你了。哼！爸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才是今天的新郎啊！你是新郎？什么意思啊？刚才瑶瑶已经答应嫁给我了，现在她就是咱们黄家的儿媳妇了。等等，你在鬼扯什么？庄梦瑶不是林大壮的对象吗？我给抢过来了。什么？你把林大少的老婆给抢走了？什么林大少？他就是我们厂里的一个厂狗而已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。什么？你把他开除了？是啊，这穷狗还找了一个老东西冒充林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你说可不可笑？就是这个老不死的，穿上个西装，请几个阿猫阿狗来演戏，就把自己当成大佬，简直蠢到家了。爸，你不是说你跟林氏集团的董事长很熟吗？正好揭穿他的身份，给我狠狠打他的脸。黄小龙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很熟了？不是，误会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啊！误会？你把我儿子放在最脏最累的车间里当牛马使唤，这叫误会。你的好大儿在我儿子接亲当天抢走他的女人，这叫误会。你儿子仗势欺人，当众逼我儿子下跪，这他妈也叫误会。黄叔叔，这就是个老骗子，你可别被他唬住了。亲家公，您稍等哈，我这就把这群臭老鼠给轰走。给我闭嘴！听到没有，老东西，我爸让你闭嘴。爸，你打错人了吧？老子打的就是你这个蠢货！爸，你干什么？这败家玩意儿还敢顶嘴，老子要被你毁死了！爸，别着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今天，爸要把你在这破地方受的鸟气，连本带利的全给讨回来。爸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谁是你爸？你别他妈瞎喊，还嫌害老子害得不够惨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亲家公也不像喝醉的样子啊，难道他精神出问题了？这还看不明白吗？那个人根本不是大壮请的演员，那就是他爸。他爸是城里来的大人物。不可能，他林大壮当了20年的穷狗，怎么可能突然变成富二代？我去，这么多豪车！那个3叉星标我以前进城见过一次，听说一辆就要好几十万，老贵了。几十万一辆，那这么多加在一起不得大几百万了？我的天哪，这么多钱都能把咱们村给买下来了！林总，这是我儿子林氏集团未来的接班人林少豪。爸，你这排场搞得太大了。这些东西本来是给我未来儿媳妇和亲家准备的，现在就算喂狗，老子也不会给他们一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林大壮他爸真的是大人物？刚才送的那些彩礼也全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谁破坏谁赔偿，绝不姑息。我不信，肯定是假的！你们在骗人，对不对？这么多豪车，这么多高档礼品，还有这么多人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假的。是啊，而且你们仔细看，林大壮和他爸长得很像，绝对是父子没跑了。我之前就说林大壮送的那块玉是极品，果然是真的，实际价值可能远超我的想象。林总，我错了，我发誓我真的不知情啊！求求您大人有大量，给我留一条活路啊！林总，是我教子无方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需要你这个当老子的求饶，让你的儿子给我儿子道歉。你耳聋了啊！赶紧给林大少跪下认错！爸，林大壮林少是林氏集团的太子，你个瞎了眼的玩意儿，居然敢抢林少的女人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还不跪下！林大壮，壮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只是你爹拼不过我爹而已。壮哥，庄梦瑶还给你，我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！你不要的破烂还想塞给我，做梦呢！爸，他们父子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怎么处理你看着办吧。从即刻起，断掉和电器厂的所有合作订单，
不再提供任何经济和技术支持。我们厂所有的订单都是您赏赐的，要是断了的话，厂子就得倒闭了呀！现在立刻马上带着你的儿子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再多说半句废话，我让你们厂子今天就倒闭！好，我滚，我们马上就滚。等等，刚才你踹了我一脚，我还给你。壮哥踹得好，踹得妙，谢壮哥赏脚。那我们先滚蛋了。不准走！黄俊伟，是你说只要我帮你把庄梦瑶骗到手就给我发大红包的，我的钱呢？臭娘们儿，老子都被你害死了，还他妈想要钱，死一边去吧！我的天啊！林大壮真的是大佬的儿子啊！老庄家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！关键芝麻也没捡着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大壮既然是豪门阔少，那我岂不是要成为少奶奶了？老公，你太坏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瞒着人家。这次我就原谅你了，下次可不许了哦。我们继续婚礼吧。你还原谅上我了？你他妈要点脸吗？你干嘛那么粗鲁，弄疼人家了都。庄梦瑶，你同一天喊2个人叫老公，不觉得恶心吗？壮哥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只对我最亲近的人发脾气。刚才骂你羞辱你，全都是因为我爱你啊！再说了，是你先瞒着我的，咱们扯平了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先把婚礼办了好不好？壮哥，别生气了，今晚你想怎么样，人家都随你嘛，好不好？可千万别，老子有洁癖，没有吃剩菜的习惯。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大壮啊，你可千万别怪瑶瑶，她也是受害者，差点被白露露这个不要脸的坏女人给害了。不过好事多磨，误会解开就好，咱们依然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你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女婿，谁来都不好使。你是属狗的吧？变脸速度可真够快的。大壮，你太聪明了，我就是属狗，不过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宝贝女儿是属于你的。壮哥，等会儿我们就去领证，我发誓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我给你多生几个大胖小子。呵呵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我，那还要门槛费吗？都是一家人，要什么门槛费啊？刚才是闹着玩的。那3转1响呢？3转1响全部还给你。4级衣裳的钱呢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哪怕我天天穿旧衣服也很幸福。哼，原来你还有这么朴素的一面。当然了，我可不是图你的钱才跟你在一起的。这么说，5斤6厘也不需要了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的真心。叔，这是你之前给我的钱，现在物归原主。大壮，是我没有教育好女儿，闹出这么大的笑话，叔对不住你，都过去了。这门槛费现在用不上了，不过你们雪中送炭的恩情我不会忘。狗娃，3转1响你也给拉回去吧，俺听壮哥的。患难见真情，大壮有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是这小子的福气。呵呵，二牛、小虎、狗娃，你们有什么心愿尽管跟我提，我来帮你们薅一下我爸的羊毛。没错，放心大胆的提，愿望往大的许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那咋好意思？你们不好意思说，我来帮你们说。爸，二牛他家缺一头耕地的牛，小虎一直在攒钱想买一辆车，狗娃家的人多房子小，家里需要翻新。就这，老周，让人弄100头牛过来，送给大壮的朋友。啥？100头？门外的奔驰，你看有没有喜欢的？随便挑一辆。奔驰？奔驰确实不太适合村路，要不给你换一辆桑塔纳吧？就这样定了。我攒钱想买的是28大杠啊，直接送我轿车，这太疯狂了吧！老周，再联系一家好点的装修公司，让他们给大壮的朋友在村里盖一套洋楼吧。我狗娃居然能住上洋楼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都别推辞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们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。100头牛，1辆汽车，再加上1栋洋楼，我的妈呀，这得多少钱啊！狗娃他们3个赚麻了呀！早知道我刚才也帮大壮说几句好话了，随便喝口汤都能抵得上我奋斗10年了。亲家公对大壮的狐朋狗友都这么大方，那咱们家岂不是要一飞冲天了？亲家公，
我们也想搬到城里住，要不你给我们在城里也买套房子，这样以后咱们一家人见面也方便点儿。就要一套房子吗？你们这胃口也太小了。当然不止，再配几个保姆照顾我，每个月给我10万块零花钱。还有，我女儿没给你们林家生一个孩子，都必须得额外奖励她50万辛苦费。大壮，你还要娶这个女人当媳妇吗？我娶个屁！庄梦瑶，你现在就算倒贴给老子，我都嫌脏。说得好，不愧是我林峰的儿子，一点也不优柔寡断。88万彩礼，6位数的翡翠玉镯，10公斤黄金，还有2套房产，本来都是你们，很可惜你们没那个命。哦，对了，再告诉你一件事，大壮送给你的那块玉佩是顶级的帝王绿，价值7位数。7位数。另外，所有被损坏的物品我都将追究到底，如果不能照价赔偿，后果自负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是庄梦瑶指使我这么干的，他就想榨干你，我是无辜的，你们要告就去告他。白露露，你还有脸污蔑我？要不是你，我现在早就是豪门少奶奶了。壮哥，你别信他，他背地里不知道说了你多少坏话，而且没少背着你偷偷跟别人相亲，完全把你当成备胎了。你还敢胡说八道，我撕了你的嘴！白露露，你个不要脸的扫把星，毁了我女儿的终生身幸福，老娘弄死你！爸，我不想待在这里了，咱们走吧。好，爸你回家。收队。老公，我还没上车呢，你快开门啊！有女鬼追来了，周叔，开快点。大壮，也别丢下我，没有你，我可疼我。好险，差点让你过上好日子了。你个臭三八，我跟你拼了！爸，这一栋楼都是你的吗？未来都是你的，走进去瞧瞧。欢迎少爷回家。大壮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，还满意吗？啥？我的办公室？你是我儿子，爸打下的江山以后都是你的。不过你现在对公司业务不太熟悉，就先从总经理干起吧。不行，爸，我现在什么都不会，直接当总经理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。我想从基层开始干。不愧是我儿子，既然你有这份心，爸不拦着。这样吧，我先安排你到后端的制造工厂去熟悉熟悉。可以，但身份要保密，这样我才能看到基层最真实的一面。行。这是最新款的小灵通，比大哥大方便多了。有急事随时联系我或者老周。这厂真够大的，规模恐怕是村里小厂的上百倍了。谁是林大壮？我是。跟我进来吧。能进办公室当文员，看来你厂里有熟人啊。乡下来的，没熟人。拉倒吧。没熟人介绍都得发配去车间当一线工人，能进办公室的都是走后门的。走后门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，大家都是这样进来的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厂里面的水很深，你背景不够硬，就得乖乖把头低下来做人，明白了吗？我会虚心学习的。不是虚心的问题，等会儿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实习生，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罗哥，我的工位在哪里？新人没有工位，等1个月转正后才有自己的办公位。那我还怎么工作？你暂时的工作就是给前辈们跑腿，有事儿的时候他们会喊你去做，没事儿的时候你就搁门口站着当工具人。我记得公司的规章制度里好像没有这些规矩吧？公司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不好使，你想留下来就得按照这里的规矩做事。入职后，我遭遇了严重的职场霸凌，被办公室里的老员工当成仆人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，我忍下来了。
但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彻底颠覆了我的三观，我实在忍无可忍。大壮，这几天感觉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感觉大家没把我当同事看。你也别怪他们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习惯就好。走，跟我去车间巡逻。巡逻？这是上面交代的任务，里面的油水大着呢。罗哥，我最近戒烟，劳烦你帮我处理一下。知道了，去工作吧。罗哥，我刚在地上捡了50块钱，是不是您掉的？哎呦，还真是我掉的。你10斤不到的品质，我记住了。这是公然受贿！你懂个屁！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上面有任务，每个月都得抓一些偷懒不认真工作的工人，抓到一个要扣上百的全勤。那这跟你受贿有什么关系？你傻呀！工人有没有偷懒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，所以他们当然得抢着讨好咱们了。还能这样？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。我们下面的人只能跟着喝点汤，真正吃肉的是上面的领导。他们也收东西？何止是收东西，你太小看他们了。那些大人物的手段可狠着呢。我去上个厕所，你自己转转。有人送东西就揣兜里自己留着。看来这里面比我想象的更加腐败。要不要告诉爸？现在证据还不够充分，后面的大鱼还没抓出来，还是再等等吧。我辛辛苦苦干了这么久，凭什么不给我加班费？你个老东西还他妈敢提加班费，看老子抽不死你！哪来的小瘪三儿，敢管老子的事儿？厂里不招身上有纹身的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他妈谁呀？管得挺宽啊！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要打你？我从去年进厂到现在干了整整1年，每天都加班3、4个小时，累死累活就想多挣点血汗钱。他们之前说工作满1年才发加班费，可现在又改口说我是自愿加班，没有加班费，4、5千的加班费说没就没了，那我这1000多个小时岂不是白干了？我女儿还等着这笔钱上大学呢。县长，求求你把加班费还给我，哪怕给1半也行啊！老东西，跟我来这一套是吧？那你工作也别想要了。上班聚众闹事儿，耽误车间生产，你背老子滚蛋！这个月的工资全部扣光。我错了，别开除我，我不要加班费了，不要了。早这样不就完了？1年像你这种脑残，老子不知道开除多少个。这次只扣你半个月工资，再有下次，直接给我滚犊子！谢强哥，谢强哥，一个小小的县长，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殴打员工，克扣巨额加班费，是谁给你的狗胆？你哪个部门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强哥，这是办公室新来的，不太懂事儿，您别生气，我回去一定狠狠地训他。老罗，把你手下的蠢货给我拴好了，否则我告诉我大伯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放心吧，绝对没有下次了。大壮，你差点闯了大祸，知不知道？刘强是咱们办公室主任刘志强的侄子，刘主任是咱们的顶头上司，招惹他只有死路一条。就因为他有背景有关系，就能随便欺负工人，克扣工人的血汗钱吗？不仅是他一个人，整个厂子大部分工人都没有加班费。工厂里上千号工人，一个月加班费至少几十万，这么多的钱去哪儿了？当然是被那些大人物给吃干抹净了。难道就没有人举报？那些大人物一手遮天，谁举报谁遭殃。再说了，咱们厂的待遇这么好，工人也不可能为了讨要加班费丢了工作，只能忍着。年轻人有正义感很正常，但现实世界就是这么残酷。以后你长点心吧。行，我心里有数。对了，明天要开月中例会，你记得别空手来啊。算了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所有大鱼都浮出水面，再一网打尽吧。你怎么寡手来的？东西在兜里。那就行，等会儿姿态放低点，多说点好听的话，千万别翻酱。这是我给您精心挑选的茶叶，您赏脸品一品。老罗啊，你有心了，
以你的能力，我觉得要不了多久就能晋升了。感谢您的栽培，一点小心意，刘主任您别嫌弃。好事要成双才行，你送一条是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刘主任，我等会儿再去买一条。知错能改，那就是好员工，我记住你了。大家有心了，下次开会就开会，别搞这些有的没的，外人不知道还以为我受贿呢。哪有？这都是我们自愿孝敬领导的。大家都坐下说话吧。那个谁，你给我站起来！大伯，昨天就是这小子不懂事，当面跟我叫板。老罗，你怎么带新人的？懂不懂规矩啊？大壮，还傻愣着干啥？你不是准备了东西吗？快给主任亮出你的忠心。刘主任，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混账！拿一本员工手册糊弄老子，你想死啊？领导，他脑子不太好，您别跟他一般计较。脑子不好就去治，把他的转正期从1个月改成1年，工资减半，要干就干，不干立刻滚蛋！大壮，快给刘主任认错！脑子不好的不是我，是刘主任吧？公司规章制度上明确规定，新员工1个月后自动转正。你说1年就1年啊？真当工厂是你家开的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在老子面前奄奄狂吠！在这里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你被开除了，给我滚！该滚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！我去，这新来的疯了吧？竟敢这样跟刘主任说话！年轻人就是气盛啊！不过光有一腔热血没用，这下他算是完蛋了。你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！刘志颖，谁给你的胆子，让你在办公室里拉帮结派，霸凌新人？又是谁给你的胆子？公然走后门，将这个狗屁本事没有的废物安排到重要岗位混吃混喝。你借开会的名义强行受贿，以公谋私，随意克扣员工工资，压榨一线工人的血汗钱，把集团的钱揣进自己的口袋。你的种种行为已经不是违规这么简单，你他妈违法了！在老子的地盘，你跟我谈法，老子就是王法！你们还敢动手打人？老子不仅要打你，还要撕烂你的狗嘴！怎么搞得乌烟瘴气的？王秘书，我在教训一个没脑子的愣头青。厂长召开高层会议，你赶紧收拾一下，到他办公室集合。领导，您先去忙，我保证狠狠教训这个小子，给我往死里打！这种事情我不想再看到第2次。强子，你把东西送我办公室。大壮，你这倔脾气没被打死算你走运，赶紧走吧，这里不适合你。大壮，别的不说，你是真够爷们儿的。之前大家不是故意使唤你，这都是刘主任给新人立的下马威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我不怪你们，但这份公道我得讨回来。说了多少遍，举报是没用的，他们官官相护，你就别瞎折腾了。好一个官官相护！少爷，你电话来得巧，我正在去厂里的路上，林总让我过来看看你。多久到？这语气，少爷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被开除了。什么？他们要打死我！谁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？少爷您等着，我这就过来弄死他！这是上面这个季度发下来的工人加班费，一共100多万。老规矩，我拿一半，剩下的你们分。另外，记得管好你们手下的那些牛马。我可是听说了，你们办公室来了个头铁的实习生，要举报咱们，怎么处理的？我让人将那蠢货暴打了一顿，把他轰走了。我保证，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原来工人们的加班费都被你们这群臭鱼烂虾给吞进肚子里了。刘志勇，一个蝼蚁都处理不了，我看你这主任也别当了。强子，给我废了他！你他妈还敢来，找死！找死的是你们！拿下！周管家，您怎么来了？周管家，您快请坐。少给我来这套！我接到举报，有人说你们贪污受贿、压榨员工，在厂区称王称霸，这么多钱，够你们把牢底坐穿了。周管家，
这小子是个疯子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碰瓷林少？林少，本来我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压迫和欺辱。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爸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。董事长的儿子？怎么可能？前几天听说董事长从乡下接了一个私生子回来，难道那个人就是你？少爷，你想怎么处置他们？依法处置，该抓的抓，该判的判。林少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进去啊！刚才你不是说你就是王法吗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林少，我啥也不知道，全是我大伯指使的，要抓就抓他呀！林少，我手里有厂长和他们的违法犯罪证据，我要改邪归正，转做污点证人。都说报案彻查，全部给我送进去，一个不留。大壮，工厂那边的事儿已经解决了，从下到上抓了18个领导，数十人被开除，将蛀虫清了个干净，你功不可没。是你的心太大了，下面的人腐败成这，居然一无所知。没办法，企业规模太大，总有些漏洞。不过我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监察部门，重点整治所有毒瘤，保证以后绝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。那样最好。不过大壮，你真的不打算回工厂？后端的生产流程我大致清楚，我想去前端实习一段时间。公司的销售部正好缺人，你先休息几天，我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。千万不要给我打招呼，只有以普通人的身份入职，我才能看到基层最真实的一面。大壮，你比那些沉迷于金钱和权力的富二代强太多，爸看好你。工作上你去基层摸爬滚打可以，但生活上爸可不能让你受苦。我在一品龙湖给你买了个别墅，这是别墅的钥匙，卡里的钱是你的生活费，想买什么直接刷卡去。爸，这里面有不少钱啊。大壮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在能力范围内要学会及时行乐，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啊！进。林总，林少，那个姓庄的拜金女在咱们公司楼下，把她轰出去。没让她进来，但她一直在外面守着，估计是在等林少。不怕他来硬的，但这种死缠烂打还真没办法。大壮，你可千万别心软走回头路。放心吧，我来处理，保证让他乖乖滚蛋。梦瑶，你确定你老公是林氏集团的大少爷？不会错的，表姐，只是我和我老公有点误会，等见面解释清楚，我就是林氏集团的少奶奶了。林氏集团可是咱们市的龙头企业，你要真成了少奶奶，咱们一家人都能跟着鸡犬升天了。那是，我老公最疼我了，哪怕我要天上的月亮，他都会给我摘下来，等着瞧吧。老公，梦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人家当然是来找你的了。我知道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但夫妻之间哪有隔夜仇啊？再说了，我已经有了你的骨肉了，你可不能辜负我跟孩子。我怎么不记得咱们有过？你忘了？有次你酒喝多了，然后就……那行吧，咱们先去领个证，然后直接回村里举办婚礼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回村里？为什么要回村里？你现在可是林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咱们应该在市里风风光光的大办特办啊！我可不想回那个穷乡僻壤了，我是林家的少奶奶，我要住大房子，过锦衣玉食的生活。梦瑶，其实我不是林峰的儿子。你说什么？林总做了亲子鉴定，发现我不是他儿子。我倒是也想认他当爹啊，但人家不愿意。你刚才也看到了，我被赶出来了。不，你骗人！你肯定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黄浪一梦。梦瑶，既然你这么爱我，应该不会在意我的身份，对吗？别乱了阵脚，他有可能在考验你。可万一不是考验呢？你听我的，假装跟他去扯证。如果他迫不及待，就说明他说的都是真的；如果他推三阻四，那就是在骗你。大壮，我在乎的是你的人，又不是你的钱。无论你富贵贫穷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可我就是个穷光蛋，你不介意吗？不介意，咱们现在就去领证吧。太好了，走，去民政局。亏我以为你走狗屎运捡了个好爹，搞半天不是亲生的，你还是个小瘪三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大壮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配得上我吧？以我的身材样貌，在大城市里有的是机会嫁给富二代。你这种猪梨，还是滚回农村种地去吧。你不是说你肚子里有我的孩子了吗？这种鬼话你也信，真是愚不可及。就你这智商，不用做亲子鉴定也知道不可能是林总的儿子。表姐，我们走。狗就是狗，永远都改不了吃屎的气味。米兰，大壮，好久不见。高中毕业后有4、5年没见了吧？是啊。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时尚漂亮。难道我当年不时尚不漂亮？不，当年也很漂亮。你是我们的校花，很多同学都暗恋你呢。也包括你。也不知道班里其他同学们过得怎么样了。很快你就知道了。
啥意思？今晚有个高中的同学聚会，人不多，但都在市里。既然碰上了，等会儿我们一起过去吧。行。米大校花，你真是神通广大，从哪儿把壮哥这个风云人物也给叫来了？偶遇？我才不信。大壮，毕业后就没有的消息了。你后来考上哪所大学了？没上大学，一直待在村里打工。待在村里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就是人得往高处走，不然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大壮，你家庭条件是咱们同学中最差的，要是再不奋斗，以后恐怕连老婆都找不到。没错，现在的女生很现实的，光长得帅是没用的。看来几年不见，大家都变得势利了，同学关系可能也不再纯粹。大壮，你待在村里太屈才了，来市里吧，我想办法帮你找个好一点的工作。我在市里开了个小旅馆，你要是没落脚的地方，先住我那儿，多久都行。大壮，在你稳定下来之前，你的饭我包了。壮哥，这是大家给你凑的一点钱，不多，你先用着。你们，大壮，你就收下吧，这不是施舍，是大家的一点心意。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。我什么情况？白天你和庄梦瑶的那一幕，其实我都看到了。你看到啥了？庄梦瑶抛弃你来大城市发展，你也跟了过来，但被他嫌弃，强行分手。一个农村青年在陌生的城市里，没钱、没工作、没人脉，连对象都没了，孤苦伶仃的，实在太可怜了。看来米兰只是看到了部分画面，剩下的都是他自己脑补的。算了，暂时也没有解释的必要。壮哥，振作一点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说不定真正的缘分就在你身边呢。当一群人在开玩笑的时候，下意识看向的人就是自己喜欢的人。壮哥，你暴露了哦！别瞎说，我跟米兰啥事也没有。我还没说是谁呢，你这就有点不打自招了。兰兰现在还是单身，不过追求者很多。壮哥，你得努力奋斗才有机会哦。大壮脸皮薄，咱们别开他玩笑了，先吃饭吧，菜都快凉了。这个999号包厢是老子的御用包厢，我今天要接待贵客，识相的立马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什么御用包厢？这酒店又不是你家的，先到先得，哪有你们这样强赶强占的？听不懂人话是吧？老子的拉菲，这可是我招待贵客用的，臭娘们儿，你找死啊！是你先动手打人的，还他妈敢顶嘴！疼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想英雄救美是吧？行，老子的这瓶酒价值2万，把钱赔了，你们再跪下道个歉，我可以放你们走。2万一瓶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明明是你们打人在先，又想强占包厢，反过来还让我们给你道歉，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？道理？你们出去打听打听，谁敢跟我钱万朝讲道理？你是光辉地产的太子爷钱万朝？看来也不全都是瞎了眼的狗。既然知道老子的身份，那就赔钱认错，然后滚蛋。这个光辉地产很厉害吗？在市内能排进前20。那跟林氏集团比如？林氏集团是咱们市的龙头企业，100个光辉加一起也够不上。但光辉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已然是庞然大物了，咱们得罪不起的。要不算了吧，我们换个地方吃也一样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人可以走，但这酒水钱4万块，1分也不能少。刚才不是2万吗？怎么一下子又变成4万了？哼，老子的时间不是钱啊，再加上精神损失费，最少4万。4万！我们1个月的工资才几百，把我们卖了也凑不出4万啊！你们这是强盗，分明是在抢钱！今天要是不赔钱，老子保证让你们站着进来，躺着出去。哼，一个3流的富二代，尾巴还翘上天了。今天我林大壮把话放在这里，要钱没有？你想要玩的话，我奉陪到底。出来混要讲势力的，你个小别才装什么大头鱼？想出风头是吧？行，老子今天就把你的狗头打爆！周爷，您稍等，我这边马上处理好。小钱啊，我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才过来吃这顿饭的，你搁这儿上演什么龙虎斗呢？上！
少爷这是不想暴露身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帮穷鬼占了我的御用包厢，还打碎了我给您精心准备的红酒，我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尤其是这个小瘪三儿，敢公然跟我叫板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我以后还怎么在圈里混啊？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把门关上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周爷，您别着急，我马上处理好那群泥腿子。周爷，您这是泥腿子？你知道里面的那位是谁吗？那是我林家的少爷，就凭你也配动他？我腻了。那个叫林大壮的，难道就是林总最近请回来的独生子啊？哼，还好你没有动手，不然你们整个公司都得跟着完蛋。我钱家的业务全靠林氏集团赏赐才有饭吃，我爸要是知道我得罪林少，真的会打死我的。周爷，看在跟我爸相识多年的份上，求求您帮帮我，只要林少愿意原谅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等会儿进去后，你把姿态放低点，但别搞下跪磕头这一套。少爷他摆明了暂时不想暴露身份，至于他原不原谅你，就看少爷的心情了。虽然不想麻烦家里人，但没办法。大家别担心，我去打个电话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那这酒还用赔吗？不用不用，是我自己蠢，不小心打碎的，全是我的责任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吃饭了吗？可以可以，这顿饭算我的。饭就不用你请了，但你得给我朋友道个歉。对不起，打扰各位用餐了。行了，滚吧。什么情况？那个富二代居然服软了？壮哥，他好像很怕你。他怕的不是壮哥，而是兰兰。兰兰，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？效果立竿见影啊！我有个亲戚确实有点背景，但也不至于让他这样卑躬屈膝啊！而且这办事的效率也未免太快了吧？这事儿闹的也没心情吃饭了，咱们下次再聚吧。林少，我错了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我发誓再也不狗仗人势了。少爷，他爸人还不错，所以才有机会跟我们有业务往来。但我也不知道他儿子是这么个玩意儿。这是最后一次，如果你这性子不改，我会建议我爸取消跟你们钱家的所有合作。谢林少，林少，你鞋脏了，我给您擦擦。行了，起来吧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什么恶少呢。周叔，我那几个同学人都还不错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能帮就尽量帮衬一下吧。少爷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少爷，米兰小姐好像是咱们公司的前端员工，要不要打个招呼，把她的职级往上升一升？米兰性子高傲，最讨厌仗着关系做事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哦，对了，把我安排跟她一个部门吧。明白，我都明白。小兰，咱们组来了个实习生，你帮忙带一下吧。大壮，你们认识？他是我高中同学。那还真有缘分。行，你们聊吧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爸是林氏集团董事长，他安排我过来实习的。你可真幽默。我这几天不是在找工作吗？看到公司招聘就过来面试了，没想到居然能跟你成为同事。原来如此，那看来咱俩还挺有缘的呢。好好干，以后你就跟着你米姐吃香的喝辣的吧。那我就指望米姐带我飞了。上午终于熬完了。小米，我订了几个菜，你来我办公室陪我一起吃吧。不用了，刘经理，我还是出去吃吧。正好有些工作上的事情要跟你说，咱们边吃边聊。来来来，没看见人家不愿意吗？给我放开你的咸猪手！你一个新来的也敢多管闲事儿？没记错的话，公司刚成立监察部门，你再敢对别人动手动脚，不管你什么职位，我一定实名举报你。行，算你狠，我记住你了。这个刘建国动不动就喜欢占女生便宜，终于有人敢治他了。小林，你可真勇啊，拿出监察部压他，吓得他屁都不敢放了。说来，咱们还是得感谢那位神秘的少东家，要不是他整治了后端的工厂，监察部也不会这么快就成立。以前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，现在都不敢压榨咱们基层员工了。大壮，刚才谢谢你。
还有上次也是。我是男人，咱们又是同学，保护你是应该的。明面上刘建国确实不敢拿你怎么样，但你当众打了他的脸，他肯定会想办法给你穿小鞋的。放心吧，我光脚的，不怕他给我穿小鞋。他要是敢使阴招，我让他直接下岗。说的你好像真的是公司的继承人一样。如果我真的是呢？如果你是林氏集团的少爷，那我就是林氏集团的少奶奶。不跟你吹牛了，我去吃饭了。大壮，本来准备晚上请你吃饭的，但刘经理喊我去跟客户谈签约，只能下次了。他不会又想搞事吧？应该不会，这个项目我也跟了很久，没法推脱。行，那你自己小心点儿，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周叔，帮我查一个人。能和贵公司合作是我们的荣幸，那咱们一起走一杯。小米，你整场不喝就算了，这杯庆功酒必须得喝。好吧。行，那我们先回去了，下次见。刘经理，我也先走了。怎么回事？有点晕。小米，头晕是正常的，等会儿睡着就好了。你在酒里放东西了。我明示暗示你这么多次了，你就是不听话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得到你了。你这是犯法的，我要报案！别挣扎了，等你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对你这种人，我当然得处处防着。趁你去卫生间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将酒给换掉了。刚才你说的话，我可都录下来了。你等着进去踩缝纫机吧。兰兰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就跟了过来，一直都在门外守着，看客户都走了，你还没出来，就赶紧过来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，先报案吧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还得是你，不但完成了签约，还把刘建国给送进去了，这下他得身败名裂了。那是当然，你迷姐我机灵着呢。不过让我意外的是，公司监管部竟然也报案了，还将刘建国贪污的证据交给了执法人员，这下他是真的废了。周叔办事的效率还是蛮快的。正义虽然迟到，但不会缺席，为正义干杯！哎呦，这不是我们的大校花吗？怎么跟林大壮这个泥腿子混在一起了？瑶瑶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跟你谈了几年恋爱都不舍得碰你的冤大头吗？看起来真像条土狗。庄梦瑶，我们跟你好像不是很熟吧？麻烦你们嘴巴放干净。米兰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罢了。林大壮没背景、没本事、没出息，就是个无能的窝囊废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叫够了没有？叫够了就给我滚！怎么戳到你痛处了是吧？你除了无能狂怒还能干什么？看到那辆车了没有？我老公40万买的，涛哥送我的一个镯子，顶得上你这种土鳖3年的工资了。我只后悔没有早点踹了你这个废物，不然我早就成豪门阔太了。当上寄生虫你很有成就感是吧？还好当初老子没碰你，不然那跟沾了屎有什么区别？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像你这种底层的蝼蚁，这辈子也只能吃路边餐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看得上你。米兰，如果你眼睛没瞎的话，最好还是离这种瘪三远一点，也不嫌恶心。我的男人还轮不到你们说教，给我闭嘴！米兰，你好歹也算个美女，眼光居然这么烂，居然看上了林大壮这个癞蛤蟆。我米兰看上的男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。不过说到眼光，大壮以前的眼光确实太差了。你长得也不行，身材也很一般，而且水性杨花，真不知道他怎么看上你。这一点确实是我的问题，可能我以前脑子没开窍，把臭鱼烂虾当成宝了。不过我现在觉醒了，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宝。某文和你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一坨。连我不要的东西，你有什么好自豪的？跟这个废物在一起，你这辈子都只配吃路边餐。手滑了。你疯了！老公他们欺负我，你还不出手帮我？对了，我以前干农活的，
别的本事没有，就力气大。你们要是不服气的话，咱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解决。我们什么身份？没必要搭理这种底层的烂泥。等回头我一定找人弄他。你刚才还挺凶的，不怕那疯婆子扑上来啊？当时就想着帮你出口气，没想太多。而且我知道你会保护我的。那咱们……我刚才那是帮你撑场子，你可别误会。但我不喜欢欠人的，你亲了我一口，我还给你。还是个白富美喽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哇，好好看哦！小姐真是好眼光。这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叫做海洋之心，足足有21克拉。那肯定巨贵吧？兰兰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买下来送你。刷卡。别闹，你知道钻戒1克拉多少钱吗？起步这个数。5万？没错，像这么大的极品钻戒，至少7位数，就算把咱俩卖了也买不起，过过眼瘾就好了。这城市还真够小的，居然碰上老同学了。是挺巧的，这是我大学同学兼校花米林，人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特别优秀呢。怎么全是英文，看不太懂？连英文看不懂，你该不会连大学都没上过吧？那我来介绍一下吧，我的未婚夫许文强，海归硕士，在全国500强的秦氏集团担任高管，年薪50万。秦氏集团没听说过，连秦氏集团都没听说过，真是孤陋寡闻。林氏集团你总知道吧？秦氏集团创始人是林氏集团董事长的前妻，没有秦总就没有现在的林氏集团。知道秦氏集团有多厉害了吧？爸，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过妈？我连她是谁都不知道。你妈是个超级女强人，一直在海外奋斗。等她回来了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这个秦氏集团的创始人，该不会就是我妈吧？米兰，我介绍完我未婚夫了，你是不是也该介绍一下你对象？算了，婉英，咱们别为难人家了。万一是个3无人员，介绍完反而弄得大家都尴尬。我在林氏集团销售部当销售员，底薪200，加上提成的话，收入应该还不错。才200底薪，连我未婚夫的零头都没有。话不能这么说，200块够咱们吃一顿饭了。米兰，你好歹也是咱们学校的校花，怎么眼光这么差？我都有点心疼你了。我的眼光轮不到你质疑，在我眼里，大壮就是最好的，谁也比不上。一个破烂居然还当成宝了，真是搞笑。谢小姐，许先生，这是你们定制的婚戒，好漂亮的钻戒，谢谢老公。刷卡。1克拉的钻戒5万块，米兰，你对象工作20年应该也能买得起了，加油哦。大壮，我们换一个地方逛吧。别急着走啊，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跟文强下个月初结婚。你是我的好姐妹，到时候可一定要带着你对象过来捧场啊。行，我们一定会去的。你这个大学同学好像不是什么善茬啊。上学期间他处处跟我比，但都比不过。好不容易傍上了一个有钱人，肯定要使劲的踩我了。不过你既然知道他来者不善，为什么要答应参加他的婚礼？我先卖个关子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大学整整4年，我做什么都被那个贱人压一头，有他在的地方我永远是老二。今天终于扳回一局了。莹莹，咱们真的要邀请那个群主？谁想请他们？到时候我会在婚礼现场狠狠地羞辱他们，让他们无地自容，落荒而逃。等着吧，米兰，我会把大学那几年你对我造成的伤害10倍100倍的还给你。兰兰，这逛了一圈，你怎么什么都没买啊？里面的东西太贵了，华而不实。你请我吃一串糖葫芦吧。他不是不想买商场里的东西，而是怕我花钱。大壮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，其实我是一个富二代。这么巧，我也是。你要真是，那就把刚才那块蓝钻买下来送给我当订婚戒指。行，我等会儿就去刷卡。好了，不开玩笑，明天是我爸的生日，他想看看未来的女婿，到时候你陪我回家吧。
这么突然，那你爸喜欢什么？我提前准备一下。心意到了就行。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见。把这个给我包起来。先生，这枚蓝钻价值7位数，您确定要买吗？刷卡。成了，先生您太爱你女朋友了，到时候她一定会感动哭的。大壮，你终于刷我的卡了，我很开心。以后没事就多刷点，钱就是用来享受的。爸，那张卡里到底有多少钱啊？不多，也就2000万而已，用完了我再打。2000万，够我不吃不喝干10辈子的了。大壮，到了一定的级别，赚钱和呼吸一样简单，所以你花钱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。行吧，我尽量适应一下富二代的生活。不过你确定要娶米兰那丫头当媳妇了吗？没错，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我会向她求婚。经历过之前的事情，我觉得你暂时还是不要透露自己的身份，正好可以借此机去测试一下他的家庭底色。如果他的父母嫌贫爱富，而他对你不够坚定，那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当然，如果他对你是真爱，爸一定会给你们准备最盛大的婚礼。我心里有数。你还真是富二代啊！早跟你说了，你不信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爸，这是大壮。叔叔好，进来坐吧。别太紧张，当自家一样。林大壮是吧？阿姨好。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，你必须如实回答。阿姨您问。你在市里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吗？没有。那你有自己的车吗？暂时也没有。哎呀妈，你问这些干嘛呀？你先别说话，有些事情必须得问清楚。那你收入有多少？200左右。才200？那这么说你肯定也没有存款了。看来米兰的妈妈比较势利，我这条件肯定是没戏。我个人确实没有存款，阿姨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我扛得住。你什么都没有，那太好了。啥？大壮，我家不缺钱，要不你入赘吧。放心，孩子还是跟你姓。这……我妈是个女儿奴，就想找个能入赘的女婿，这样一家人天天都能待在一起。也不一定要住在一起，大不了我跟你爸在隔壁给你们买一套婚房，这样串门多方便啊。原来不是他嫌贫爱富，是我想多了。大壮啊，你阿姨有点神经大胀，她就这样，你习惯就好。先坐下吃饭吧。老公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送给你的劳力士。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搞这个？爸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送给你的翡翠。还是我宝贝女儿疼我。兰兰，你不是说你爸不喜欢贵重的礼物吗？结果你们送的一个比一个贵重，我怕我准备的不够充分啊。没事儿，我爸不介意的。爸，大壮他也有礼物要给你。这是我高中时期借学校相机给兰兰拍的照片，我拓印了一份送给你。你居然拿这个当生日礼物送给我啊！你居然拿这个当生日礼物送给我啊！完了，他好像很不满意，要发火了。这张照片比什么都珍贵，是无价之宝。好小子，你这份礼物简直送到我心里了，吓我一跳。叔叔您还真是够活泼的。爸妈，你们别一惊一乍的了，先吃饭吧。大壮啊，婚姻大事可不能含糊。这样，你跟你爸妈约个时间，我们双方父母见一面，谈一谈具体的流程问题。是。你们是男方，见面的地方就由你们定吧，到时候提前通知一下我们就行了。那好吧，我回去跟我爸说一声。秦总，有8家公司想要争取跟咱们合作，这是他们的意向计划书，所有的工作项目全给我推了。这次回来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见我儿子，安排车辆直接去林氏集团。林峰，20年前我把儿子留在国内交给你照顾，你倒好，把他一个人丢在乡下让他自生自灭，你还配当一个父亲吗？这事儿也不能完全赖我，
那时候我以为你把孩子带去国外了，所以你以为你的心是麻绳做的吗？真够粗的。当初咱们有大壮只是个意外，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把他生下来，加上你走得太急，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误会。你一句误会，让儿子在村里遭了20年的罪。你先别激动，儿子我已经带回来了，我发誓余生会用尽一切方式弥补他。不需要你来弥补，以后大壮跟我吧。凭什么？大壮也是我的儿子。大壮，儿子，对不起，妈回来的太晚了。爸，这是……她是你妈。前段时间冒出一个爸，现在又冒出一个妈。小时候没有人管我，现在跑来认我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认你们摆布的玩具吗？大壮，我知道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对你的伤害，但我求你给妈一个弥补你的机会好不好？只要你愿意跟妈走，你就是秦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小玉，你别闹了，大壮是我林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你林氏集团的共资产撑死10几个亿，我秦氏集团资产是你们的10倍，我能给大壮更好的。本以为我爸已经够财大气粗了，没想到冒出来的妈更加豪横，这太离谱了！够了，都别吵了，我一个都不跟。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的生活我自己决定，你们别再逼我了。小玉，儿子的脾气跟你当年一模一样，咱们就别逼他做选择了。行，妈听你的，不过你总得让我做点什么弥补你，不然我问心有愧啊。这里面有1个亿，你先拿着，想买什么咱就买什么，不够妈再给你。1个亿！1个亿！大壮性子朴实，我给他2000万他都有点承受不住。你上来就拿1个亿，不得把儿子吓坏了？其实卡里不是1个亿，吓我一跳。妈，你还真会开玩笑。大壮，我的意思是，卡里有1个亿的美金，换算成这边的钱应该是8个多亿。儿子，多吃点，还喜欢什么随便点。人太多了，我有点不习惯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，秦总。妈，虽然是团圆饭，但这也太奢侈了吧？这一顿不得要好几千啊！傻小子，你还是太低估你妈的实力了。难道要好几万？我点东西从来不看价格。再说了，这是自家开的酒店，只要你愿意，吃一辈子都行。这可是咱们市排名第1的5星级酒店，妈，这真是你开的呀？喜欢的话，妈把股份转给你，以后这家酒店就是你的了。让我缓缓。对了，我和兰兰的父母约好了，找个时间你们见一面吧。大壮，听你爸说，你之前在村里遇到了一个拜金女，找媳妇儿的话，一定得把眼睛擦亮点儿。是啊，你现在是2家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婚姻大事一定得慎重。放心吧，兰兰的爸妈不是那种人。大壮，你太单纯了，人心隔肚皮。你爸说的没错，咱们必须得谨慎一点。这样吧，咱们明天跟对方见个面，但得以普通人的身份。如果他家里人能够一视同仁，到时候咱们再公布身份也不迟。大壮，我跟你妈这副壮壮咋样？像不像穷人？太像了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兰兰，叔叔阿姨，这是我爸妈。亲家公你好。你这手嫌我手脏，不愿意跟我握手吗？看来这个亲家公骨子里也瞧不起穷人。亲家公，这些年你过得不容易吧？辛苦了，确实不太容易，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每天都得被老板训，确实挺难的。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吧，边吃边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家条件有限，去不起高档酒店，只能请你们来这苍蝇馆子了。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。果然，对方的客气都是演出来的，看样子忍不住要露馅了。如果你们对我们的安排不满意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亲家母，你说啥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吃顿饭而已，在哪儿都一样，你们不用觉得不好意思。是啊，吃惯了高档餐厅，偶尔来这种苍蝇馆子，感受一下烟火气也蛮不错的。亲家母，大壮还没有跟我们说你们是做什么的，看起来很辛苦的样子。我跟他爸就做点小生意，经常全球到处飞，一年也挣不了几个亿，确实挺辛苦的。什么？我们是打零工的，到处跑，一年挣不了几个钱。
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。秦家公，这几块钱的酒，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？有啥喝不惯的？咱俩走一个。这也太难喝了吧，跟我平时喝的典藏茅台没法比。什么茅台？我开玩笑呢。咱们今天见面，主要是谈一谈孩子结婚的大事，要不说说你们的想法吧？这种事情按规矩肯定得听女方的，但我们家条件摆在这里，可能准备不了多少彩礼。而且我跟大壮他爸手头很紧，也买不起城里的房子，如果结婚的话，也只能回村里办了。彩礼18万8，必须得给，婚车得有，婚房必须在城里买。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婚礼必须得在大酒店办，而且要办得敞亮，办得有里有面，不可能回村里凑合。没错，我们米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女儿出嫁就得按照最高的规格办，绝对不能马虎。大壮，看到了吧？他们明知道咱家这条件，还要狮子大开口，这是要把咱家给掏空啊！既然你们把话说死了，那这婚不结也罢，咱们走。哎呦喂，亲家公亲家母，你们误会了。你们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了，有什么误会的？我的意思是，彩礼钱、婚房、婚车还有置办酒席的一切开销由我们来承担，你们负责走个面就行。啊？你们这意思难道是想让我儿子入赘啊？我跟修远商量好了，到时候我们出钱算到大壮头上，这样大家都有理有面，大壮也不会被外人说邪话。还是你们想的周到，不过这样对你们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我们是嫁女儿，又不是卖女儿，只要他们小两口过得幸福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这兰兰的父母确实不错，要不咱们摊牌吧？这年代画饼的人太多了，咱们几十亿的家产还是得慎重一点，多了解一下再摊牌也不晚。行，听你的。兰兰他爸，听大壮说你家是做大生意的，我们能去你们公司参观一下吗？哈哈，当然没问题，正好带大壮熟悉一下。等他们结婚后，我打算把公司交给他们打理了。那可不行，大壮还得继承我的集团呢。你的集团？你酒喝多了吧？又开始胡说八道了。你哪有什么集团？对对对，我喝多了，瞎说的。亲家公，怎么样？我这地方还不错吧？场地太小了，装修也一般，再扩大个5倍应该会好点。5倍怎么够？如果是我的公司，至少得再扩大10倍啊！我爸妈以前在农村盖过露天广场，习惯性做对比了。爸妈，这是寸土寸金的市中心，不是村里，没法比的。对对对，是我唐突了。米总，这是华强公司的合作协议，刘总那边催着签字打款，否则就不跟我们合作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立即通知财务，将200万定金打给刘总。这单要是成了，至少能赚300-400万。不对，我记得华强公司的老板在国外赌钱输的倾家荡产，公司都要破产，不可能有什么新业务。亲家公，你这是……亲家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刘总说了，10分钟内如果不打款，就取消所有的合作。现在重新拟一份合同根本来不及了。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谈下来的。就这么没了，几百万的利润就这么没了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说不定是好事呢。好事儿？这可是我公司好几年的利润啊！早知道就不带你来公司了。对不起啊，叔叔，我爸酒品不好，他发酒疯了，我带他去醒醒酒。爸，你测试归测试，这样做有点太过分了吧？傻小子，你真当我醉了？那合同有问题，就是坑人的，我这是在帮他省钱呢。真的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米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现在还有什么事儿能比得过这几百万合同被毁掉的事儿大呀？米总，我收到最新消息，华强公司破产了，他们老板跑路了，临走前坑了不少合作商。什么？你没开玩笑吧？千真万确，已经有受害者报警了，目前已经在立案调查了。怪不得他催得那么急，还好我没转定金，不然公司要损失惨重。亲家公，多亏你发酒疯，帮我避免了几百万的损失。这酒疯发的太好了，以后一定要多发几次啊！老米，你想合作的话，直接跟林氏集团合作就行了，没必要找外面的那些阿猫阿狗。亲家公说笑了，我这小公司哪能攀得上林氏集团那种级别的巨孽啊？怎么攀不上？咱们马上是一家人了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难道你认识林氏集团的人？何止是认识啊，我就是林氏集团的。别听他吹牛，他就是喝多了，在说梦话呢。吓我一跳，亲家公刚才的口气好像林氏集团就是他的一样。米总，曹先生来了。曹先生，咱们去会议室聊吧。哼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按照之前咱们说好的，
我们可以帮你牵线搭桥，拿下秦氏集团分公司的合作业务，但你们得拿出诚意来。秦氏集团是啊，秦氏集团的总裁最近回国了，听说要大力发展国内业务，我们好不容易通过曹先生才有机会争取跟他们的合作。曹先生，这里有50万，还劳烦您辛苦一下，多帮帮忙。他那看不起谁呢？秦氏集团的合作就值50万吗？最少20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之前我不是已经给你们拿了20万辛苦费吗？你这一下开口要200万，真的太多了。那是你们的事儿，你们不愿意给，有的是人愿意给。秦氏集团的确公开宣布过与国内的中小型公司展开合作，但那是公平竞争，为什么还要额外支付巨额费用？我们也想公平竞争，但合作名额被他们集团内部高管把控，不花钱，连面谈的机会都没有，简直是胡闹！你是哪个部门的？你的领导是谁？谁给你们的狗胆，竟敢以权谋私，真是无法无天！哪来疯婆子？你他妈谁呀？还敢跟我唧唧歪歪？老子做事用得着你教吗？再敢多嘴，我抽你丫的！这个臭娘们敢打老子！你吃拿卡要我们可以忍，但你侮辱我亲家母就是不行。你修远，你们不想合作了是吧？辱骂我亲家母和我老婆，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行，你有种！一个狗屁小公司敢得罪秦氏集团，你们完了，给老子等死吧！老公，对不起，我冲动了。这不怪你，他们要是想对付我，我接着就是。我去上个洗手间。一菲，查一下咱们公司有没有一个叫曹旺的？有的，是我们公司业务部的主管。一个小小的主管，一个巨拔，他背后肯定还有老虎。你立刻给我彻查此人，不管他背后是谁，都得给我揪出来。好的，秦总，我这就去查。另外，你以集团的名义和修远公司进行合作洽谈，将利润最高的业务交给他们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是秦氏集团董事长的私人秘书打来的电话。那个曹旺的背景这么硬吗？这下完了，得罪秦氏集团，公司怕是没有活路了。跟姓曹的没关系，秦氏集团联系我，点名要跟我们公司合作呀。这里面不会有诈吧？应该不会。秦氏集团让我去他们公司亲自面谈，而且没有任何中间商吃回扣。要是能成，咱们公司的营收至少能翻1倍呀！亲家母，你简直是我米家的福星啊！哎，这是我老婆，你去摸你老婆的手。亲家公，你也是我的福星。辣眼睛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是一对儿呢。我看差不多了，可以公布咱们的身份了。兰兰的爸妈确实非常不错，这样的父母教出来的女儿也一定很优秀。大壮能娶到她也是咱们的福气，没必要再测试了，准备公布身份吧。秦家松，兰兰和大壮的婚事就这么定了。没问题，大壮这孩子很棒，我们最看重他的一点就是坦诚，条件如何我根本不在乎，但人一定得诚实，不能撒谎。是啊，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满口谎话的人了。大壮，你可不许骗我，不然就算你爸真是林氏集团董事长，你妈真是秦氏集团创始人也没用。如果是善意的话，撒谎就是撒谎，没有狡辩的余地。你该不会骗我什么了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爸，现在怎么办？以兰兰的性格，如果真知道咱们骗了她，就算你们是世界首富，她也不会轻易原谅我的。没想到米家这么有原则和底线，不过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值得托付和信赖。兰兰和她爸妈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大壮，你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误会解开就好了。是啊，这么好的儿媳妇和亲家可遇不可求。大壮，你可得好好把握住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兰兰娶过门的。大壮，明天谢伟琴和许文强在保利国际酒店举行婚礼，邀请函都发到我家门口了，还让我一定要带着你来。你要不想去的话，我就给推了。之前我答应过要去，那咱们就过去瞧瞧，看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招。居然在我妈旗下的酒店举办婚礼，还真是巧了。进来。秦总，查到了，曹旺上头的人是咱们公司的高管许文强，立即全面调查许文强，我倒要看看他利用公司的资源做了多少恶事。居然是他，这下乐子大了。这酒店真气派啊！等我结婚的时候也想在这里办。没问题，到时候我将整个酒店包下来，只迎接你一人。别贫嘴了，咱们进去吧。兰兰，这里。梦姐，娇娇好久不见。是啊，毕业后这还是咱们几个第一次碰面呢。这位是？介绍一下，王大力，我男朋友。现在我们一起开了个快餐店，打算攒够钱就在城里定下来。开店那是当老板了，得不少挣吧？马马虎虎，1个月1000多。那确实很一般。志豪，这2位是我大学的舍友。我是娇娇的男朋友，目前在林氏集团的后勤部当主管。林氏集团是大公司呀，娇娇，你对象真厉害。还行吧，1个月能赚个5、6千。5、6千，那绝对是社会精英了。哥们儿，你真厉害，哈哈，你也不错。兰兰，这是你对象吗？也不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大壮是我的未婚夫。你眼光这么挑，他一定是人中龙凤吧？在哪儿高就呢？
我目前在林氏集团的销售部工作。那咱们还是一个公司的同事呢，必须得认识一下。林老弟，你在销售部担任什么职位啊？月薪多少？普通销售员，底薪200。原来只是个底层，我这烫金名片挺贵的，给你也是浪费。米兰，你好歹是咱们学校的校花，怎么这么没眼光？找了个月薪200的喽啰，200块能干嘛？还不够我买一个包呢。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富二代吧，怎么样？省得你以后后悔。大壮是我未婚夫，娇娇，我希望你们能对他尊重一些。哼，脸是自己挣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女人都养不起，那跟废物有什么区别？米兰，浩哥说话比较直，如果不小心刺伤了你对象可怜的自尊心，你别介意哈。娇娇，你少说2句吧。兰兰的眼光没问题的，她找的男人各方面一定都很优秀。就是，现在收入低不代表一辈子没出息。退一步来说，平凡有平凡的活法，没必要跟别人攀比。漂亮话谁都会说，但是月薪200和月薪5000的生活质量天差地别。米兰，你要是跟这个穷鬼在一起，过几年就得成老妈子了。反正我如果一个月赚200，根本没有脸谈恋爱，太丢人了啊！说够了没有？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大壮就算混得不好，以后也有我米兰养着他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也许你对象是体验生活的富二代呢。就他这衰样还富二代，我看是吃软饭的小白脸还差不多。刘志豪是吧？我记得后勤部主管的工资只有2-3千，你哪来的5-6千？关你屁事！你他妈管得着吗？只要你还在林氏集团，我就管得着。你最好祈祷自己的底子够干净。周叔，帮我查一下后勤部刘志豪的底细，看看他有没有违规违纪违法操作。好的，少爷。一个月薪200的穷瘪三儿，还装起大佬来了，真以为林氏集团是你家开的啊？哎呦喂，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米兰，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么个极品？无脑装逼，简直就是个跳梁小丑。大壮，你和这种人较什么劲？这不像你的性格。不是较劲，我爸已经把林氏集团一部分的股份转给我了，明面上刘志豪是我的员工，如果他违法犯科，我有权制裁他。大壮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怎么越听越迷糊了？米兰，有件事儿我瞒了你，其实我爸就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峰。什么？那我说直白一点吧，我爸是亿万富翁。还真是见鬼了，在哪儿都能碰到你这个泥腿子。你们别听他扯淡，我是他前女友，他的底细我比谁都清楚。强哥、大嫂，新婚快乐！莹莹姐，你好美啊！这几个牛鬼蛇神怎么搞到一起去了？莹莹，你跟庄梦瑶怎么认识的？瑶瑶是文强表弟的女朋友，现在也是我最好的闺蜜。瑶瑶，你刚才说你是林大壮的前女友？没错。林大壮说他爸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，真的假的？瑶瑶，你快说呀！这脑残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，他就是个一穷二白的窝囊废。这土鳖玩意儿当初想跟我结婚，结果连几千块的门槛费都拿不出来，还得东拼西凑，活脱脱就是一条穷狗。更搞笑的是，前段时间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来村里认亲，误将林大壮当成自己的儿子带回了城里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难道他不是林总的儿子？没错，人家林总做了亲子鉴定，原来是一场乌龙，这蠢货压根儿就不是林总的儿子，直接被赶了出来。林大壮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就你这副德行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还好意思冒充富二代，真够不要脸的。搞半天原来不是富二代，而是个穷光蛋啊！林氏集团怎么可能会收你这种乡巴佬？依我看啊，他的工作也是编造的，这种不入流的货色，一个月说不定连50块都赚不到。瑶瑶，还好你跟了我，不然跟这个姓林的废物在一起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跟这个垃圾处过对象，简直就是我的人生中最大的污点。涛哥，认识你才是我最大的幸运。今天是莹莹大婚的日子，和气最重要，大家都少说几句吧，里面说不定有什么误会呢。咱们是过来吃饭贺喜的，其他的事情就没必要过度讨论了吧？不着急，婚礼还有一会儿才开始，有的是时间慢慢讨论。米兰，上学那会儿你不是挺清高的吗？多少人追求你，你都爱搭不理。我还以为是你眼光高，没想到挑来挑去的，最后居然挑了这么一个乐劣，我这当姐妹的都有点心疼你了呢。莹莹，还是你眼光好，找的老公年薪50万，前途无量啊！强哥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以后我要以你当榜样奋斗。还行吧，再奋斗几年，说不定有机会年薪100万。老公，你真厉害，亲一个。这一桌饭菜都得要上千块，莹莹，要不是给你面子，那些社会底层的臭老鼠根本就没有资格进来。米兰，听到没有？还不赶紧带着你对象谢谢我老公。谢婉欣，今天是你大婚，我给你面子过来了，你却联合其他人一直踩我和大壮，有意思吗？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。大家好心好意的帮你揭穿林大壮真实的面目，你应该感激我们才对。谁让他吹牛不打草稿，被打脸了吧？真是活该。大壮，我不嫌你穷，也不嫌你没本事，
我看重的就是你的品质和担当。但你今天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撒谎骗人？我说过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。兰兰，我发誓我没骗你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前几天我刚见过你爸妈，现在你又说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是你爸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兰兰，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好几次，但你就是不信，我真的不是要故意骗你。你真的没有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兰兰，我已经给我爸妈发了信息，等会儿他们来了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林大壮，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，都被拆穿了还有脸硬装，脸都不要了。莹莹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上台了。瑶瑶，你们就坐这桌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兰兰，这桌座位不够了，要不你们换个位置吧，我给你们单开一桌。服务员，给我的好姐妹单独开一桌。有你们这么夹桌的吗？抱歉先生，这是谢女士强烈要求的。真是欺人太甚。林大壮，这个老破小的桌子和你的身份太匹配了，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这种底层垃圾，一辈子估计也只能吃上这么一顿大餐，能上桌都算是祖坟冒青烟了，就偷着乐吧。兰兰，我们换个位置吧，我跟大力就喜欢坐这种小桌子，方便。没错，我和梦洁不喜欢太吵，图个清静。梦洁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不是坐哪儿的问题。谢婉晴是铁了心要针对我，你们回去吧，这顿饭我是没胃口吃了。大壮，我们走吧。手捧花象征着幸福与美满，美丽的新娘，此刻你想将这束花送给现场的哪一位嘉宾朋友呢？我想把它送给我最好的姐妹米兰。米兰，大学4年，你抢走了所有的荣誉和风头，今天我要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兰兰，快带着你的对象上来，我想让你们做我人生中最幸福时刻的见证人。有请米小姐和林先生上台，为新人送上祝福。兰兰，我们上去吧。可是，没事的，这里是我的主场，没有任何人能欺负得了你。这个穷鬼心真够大的，还真敢上去啊！看来是没当够小丑，我也是纳闷了，这么漂亮的美女，眼睛怎么这么瞎，居然看上那种废物。亏我以为米兰是什么天之娇女呢，没想到捡我不要的废柴。她要真跟林大壮结婚，我能笑话一辈子。兰兰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呀？记得让你男朋友也送你一个1克拉的钻戒。莹莹，你就别为难人家了，5万块的钻戒，他当一辈子肉麻也买不起啊！1克拉的钻戒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，真是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。你个穷鬼装什么牛人呢？你要真有本事，也拿出1克拉的钻戒啊！我是没有1克拉的钻戒，但是我有21克拉的极品蓝钻。兰兰，嫁给我吧。这是那颗海洋之心。大壮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不是梦，我将它买下来了。你哪来的钱？我是林氏集团和秦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见过装的，没见过你这么死装的。21克拉的钻戒至少100-200万，就算你从盘古开干到现在也挣不到这么多。就你这副鸟样还继承人？我就是秦氏集团的高管，从没听说我们秦总有什么继承人，吹牛也不打草稿。太搞笑了，真不知道米兰从哪找到这么个极品，当小丑居然还当上瘾了。估计这里有问题，要我说，还是送去精神病院检查一下。我看他气质端正，眼神里藏着锋芒，不像是撒谎成性的人。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不可能！我亲眼见到他被林氏集团的保安赶出门，他要真是富二代，我吃一顿鸡夹木，算我一个。这确实是我看中的那颗蓝钻，难道大壮说的都是真的？不管是真是假，既然我认定了他，那就不能让他难堪。我愿意。这明显是玻璃做的水货，5块钱能买几十个了，你居然当真了，米兰，你脑子该不会也进水了吧？一个脑残，一个眼瞎，你们还真是绝配啊！谁脑残谁眼瞎还不一定呢。我面前狗叫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吧？保安呢？把这个蠢货给我轰出去！这老哥看着怎么有点眼熟，好像在电视里见过，是明星吗？什么明星？这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咱们市的首富啊！老公你真厉害，居然把林氏集团的董事长都请来了。我有这么大面子吗？快，先跟我过去打个招呼。林氏集团是我们孙家最大的合作商，瑶瑶，我们也去跟林总请个安。董事长来了，快过去露个脸。我也去。林总好。你哪位？我爸是孙德彪，是林氏集团下面的供销商。不熟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林叔叔，我们又见面啦。董事长您好，我是后勤部的主管刘志豪，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啊！刘志豪，我对你印象也挺深刻的。真的吗，董事长？我有这么优秀吗？何止优秀，简直秀的没边了！爸，
林大壮，我看你是想当富二代想疯了，林总都把你赶出去了，你还在这死皮赖脸的认爹，估计是得了失心疯，赶紧送去精神病院吧。林总，这个脑残一直在冒充您的儿子，满嘴喷粪，我这就将他轰走。谁给你的狗胆，敢说我的儿子是脑残？儿子？什么儿子？爸，这种人当咱们集团的经销商，我觉得是个巨大的隐患。老周，立即通知下去，取消孙家的经销权，永不合作。好，我马上办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林大壮，你们不是做过亲子鉴定吗？你不是被赶出去了吗？怎么又变成林家的少爷了？那是我在演戏给你看呢，蠢货！怎么会这样？这穷鬼竟然真的是林总的儿子！壮哥，我错了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我求你跟林总说说情，不能取消我们的经销权呀，不然我孙家就完蛋了。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现在怎么变成软脚虾了？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别让他骚扰少爷，把他拖走。没想到这小子真的是林首富的儿子，这背景太逆天了。这么说，那个21克拉的钻戒也是真的了？那是当然，这下新娘新郎和他们的狐朋狗友要遭殃了。刘志豪，根据监管部的调查，你入职后有多次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，已经涉嫌欺诈。我没有啊！把他送去执法局，交给执法人员处理。怎么会这样？壮哥，壮爷，你放过志豪吧，没有他给我生活费，我日子还咋过呀？还以为你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，没想到和庄梦瑶一样，都是寄生虫。叔叔，您真的是林氏集团董事长啊？兰兰，叔叔不是有意欺骗你的，只是害怕大壮再遇到庄梦瑶这种丧心病狂的拜金女，所以才测试你们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米兰，你早知道他是富二代，故意装穷演我是吧？我大喜的日子你们搞这么一出，这不是存心恶心人吗？谢婉心，到底是谁在恶心人？我之前一直顾及同学情怀，对你一忍再忍，可你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咄咄逼人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大家就当做是陌生人得了。你以为自己找了个富二代就很牛吗？你吓唬别人还行，我和强哥又不靠林氏集团吃饭，你少在我面前摆谱。董事长，秦总，虽然我给您发了邀请函，但我没想到您真的会来，我太激动了。许文强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什么档次，也配让秦总来参加你的婚礼？不是来参加婚礼的，那秦总这是……兰兰，你答应大壮的求婚了，太好了！阿姨，您真的是秦氏集团的董事长啊？没错。兰兰，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，我妈原来比我爸还有钱。什么？秦董事长是你妈？不是我妈，难道还是你妈呀？大壮，我先处理一下公司内部的事情。许文强，你身为集团的高管，却利用公司资源在外面疯狂压榨各大中小企业，以权谋私、勒索敲诈，已经涉嫌违法。今天你插翅难逃。没有，我冤枉啊！和你狼狈为奸的曹旺已经进去了，他早就将你们之间的龌龊勾当全部交代了出来。至于是不是冤枉，法律自会判定。许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壮哥，我错了，我有眼无珠得罪了您，求求您饶我一次，让你妈饶我一次啊！有一点你可能没搞明白，不是我要整你，而且你犯了法就得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兰姐，求求你，看在和莹莹姐妹一场的份上，帮我说说情好不好？我不能进去啊，否则我的人生就全毁掉了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带走！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勒个去！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是他爸，秦氏集团的创始人是他妈，这小子太会投胎了吧！这两个超级大佬的资产加起来，估计比我身份证号码都长。结婚当官都不敢这么做，这下新娘脸就大发了。兰兰，还是你慧眼识珠，我就知道你看上的男人一定很棒。那何止是棒，简直是人中龙凤啊！其实就算大壮不是富二代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也是个富二代，我完全有能力可以养得起他。你们藏的一个比一个深啊！爸，他们是兰兰的朋友，人都挺不错的，目前在做快餐生意，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可以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。正好，我们公司要外招食堂，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兴趣？如果有经济方面的问题，完全不用担心，我帮你们托底，多的不敢说，一年让你们赚几十万还是可以做到的。什么？一年赚几十万？我做梦都不敢想啊！这太疯狂了！愿意，我们100个愿意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
壮哥，我跟孙杰涛在一起其实是为了气你，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让你吃醋而已。我的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啊。庄梦瑶，这种恬不知耻的话你居然也说得出来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我发誓，我心里真的只有你一个。咱们和好吧，我们从头开始好不好？我林大壮不是收破烂的，尤其是像你这种被人穿过好几手的鞋，倒贴给老子我都嫌脏。我不信，难道你忘记我们以前的海誓山盟了吗？我都这样低三下四的跟你认错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？我承认我以前爱过你，也恨过你，但时至今日早已爱恨两空。你对我来说和路路边的甲乙丙丁没有任何差别。现在我的眼里、心里只有兰兰一个人，再也容不下其他。我只是犯了天底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？庄梦瑶，不是所有女人都和你一样自私自利。你背叛大壮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已经不属于你了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那就怨不得旁人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轰出去！别碰我！我是你们的少奶奶，谁敢动我？大壮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合格的妻子。你要生多少孩子都行。抱歉了各位，今天全场消费由我来买单。一菲，给每个客人准备1000块的现金红包。我去，秦总出手也太大方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佬。有这样人家格局的村长，只随了100，没想到领导还收到1000块红包，简直赚麻了。这场的闹剧也该结束了，大壮，我们走吧。不许走！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居然还有脸问我想怎么样？我把你当亲姐妹对待，好心好意的邀请你过来，可你怎么对我的？你破坏了我的婚礼，让人抓走我的老公，毁掉了我的人生。你还是人吗？你简直猪狗不如！说够了没有？没说够！你害得我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，你也别想好过，大不了咱们一起完蛋！莹莹，你理智点！我被他害成这样，以后都没脸见人了，还怎么理智啊？你闹够了没有？谢婉玲，其实你应该感谢我。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祖宗！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跟许文强成功结婚，不然嫁给一个犯罪分子，那才是真正的绝望。现在回头还不算太晚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兰兰，对不起，我就是太嫉妒你了，一切都是我自找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大错特错了。大壮，我们走吧。爸妈，咱们一起去兰兰家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。爸妈，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。你是说亲家公是林氏集团董事长，亲家母是秦氏集团的创始人？我的妈啊！我以为的3无女婿，原来是2大财阀的唯一继承人，这简直太疯狂了！隐瞒身份这件事儿是我们不对，你们要怪就怪我吧，千万不要影响孩子们的感情。我也有责任，我向你们道歉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你们是亿万富翁，找儿媳妇慎重一点也没毛病。而且没有你们之前的帮忙，我们公司肯定要损失惨重。真说起来，我们还得向你们道谢。行了，别道歉道谢的了。既然误会解开了，那就选个合适的日子把婚事给办了吧。我还等着抱大外孙呢。妈，亲家公、亲家母，婚事就交给我和大壮他爸来办吧，保证风风光光的把兰兰娶进门。这套当新郎服不错，帅呆了。那可不，也不看是谁亲自挑的。行行行，你有眼光，儿子也帅。那就这套吧。爸妈，我等会儿回趟村里通知一下二牛、小虎他们。那是当然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白露露你还记得吧？那种奇葩女人，想忘记都难。法院那边传来消息，她无力赔偿造成的损失，已经被判刑了，也算是恶有恶报。还有那个许文强也被关起来了，没个3、5年肯定是出不来了。
一切都尘埃落定了，其他的事情我也不想追究了，只想早点把兰兰娶回家。壮哥，下周我结婚，兄弟们过来喝杯喜酒啊！那必须的，壮哥。听说你跟米兰在一起了，那可是咱们高中时期无数男生心中的白月光啊！你可真有本事，壮哥。哥几个没啥能耐，去参加你婚礼的话，会不会给你丢脸啊？咱们什么交情？说这话。还记得吗？咱们小时候在这里发过誓。苟富贵，勿相忘。以后咱们哥几个谁要是发财了，一定不能忘了其他兄弟，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。密码是你们的生日，里面的钱够你们潇洒一辈子了。那不行，俺不能要。是啊，你已经帮了我们那么多，我哪还能收你的钱？壮哥，你能记得哥几个，我们就很满足了。这钱你拿回去吧，我可是发过誓的，要有福同享。难道你们想让我被雷劈啊？大老爷们磨叽啥？都给我收着，走了，回头见。刚叔，大壮，能聊两句吗？我没抽这烟的命，抽这个就行。大壮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是我家瑶瑶配不上你，女不教父之过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叔，您别这样，我可受不起。这么好的女婿，怎么就弄丢了呢？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吧。大壮，是俺们对不住你，我该死，但求求你救救瑶瑶吧！别搞道德绑架这一套，先起来再说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是林家的少奶奶，你们这群佣人还不赶紧过来伺候我！他这是怎么了？自从上次回来后，他精神就出现了问题，整个人疯疯癫癫的，有时连我们都不认识了。你是我老公派来接亲的司机是吧？快带我去见他，我今天要结婚呢，可别耽误了我的人生大事。庄梦瑶怎么样，跟我早就没有关系了。不过看在刚叔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安排人送他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，剩下的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我真是有眼无珠，把送上门的金矿拱手让人了。唉，万般都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啊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大了吧！兰兰，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婚房之一。婚房之一？为了方便你们婚后度蜜月，我们在全国不同的城市给你们准备了几十套房产，以后你们不管去哪儿玩，都能落地躺平。天哪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能用钱解决的事情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兰兰，你就随了爸妈的意吧，这钱不花出去，他们心里堵得慌。你这是干嘛？阿玉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单身未婚，因为心里始终有你。这次你回来，我不想再错过你了。多大的人了，说这些话也不害臊。脸皮薄，没老婆。阿玉，咱们复婚吧。爸妈，你们在干嘛呢？还不过来？我啥也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咱们快闪，给叔叔老妈腾出点空间。我公司还有事儿，先回去了。游戏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，我和大壮要结婚了。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来吃喜酒啊！兰兰，我早就看出你家境不简单，你是白富美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但没想到壮哥居然也是顶级的高富帅。壮哥，林氏集团和秦氏集团的董事长真的是你爸妈吗？之前不是故意瞒着你们的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怪不得上次那个富二代突然态度两极反转，我还以为是兰兰打电话找了人，没想到是壮哥在暗中发力。我家旅馆最近莫名其妙的上了各大平台推荐的榜首，1毛钱没花赚了巨大的流量。壮哥，
这是你安排的吧？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前段时间林氏集团旗下的分公司突然联系了我的小工作室，说要合作，我还以为是骗子呢。我也是，之前在公司里，老板对我呼来喝去，最近对我格外关照，我还以为他中邪了。是壮哥找人打点了吧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只是在能力范围内帮你们助了点力。你们对我有情有义，我自然也不能辜负你们。壮哥，你已经很关照我们了，这钱我们哪还好意思再收啊？这红包里不是钱，是我爸妈集团旗下的贵宾卡。有了这张卡，你们以后在全国各地的衣食住行都能得到保障。咱们之前给壮哥凑钱，他都记在心里呢，你们就收下吧。多的不说，咱们的情谊都在酒里了。祝壮哥和兰姐新婚快乐！大壮，这是林氏集团1半的股份，也是爸爸给你的新婚礼物。只要你愿意，以后林氏集团就是你的了。壮壮，你爸的公司也就那样，还是继承妈妈的集团吧。妈妈会将你和兰兰培养成商业顶级精英的。我谁的集团都不想继承，更不想当什么商业精英。那怎么行？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子，集团不给你给谁啊？你必须选一个。经营集团多累啊！你们都拼了几十年，难道还想让我和兰兰再累死累活的拼几十年吗？钱有多少算是个头啊？但人生只活一次，我和兰兰已经计划好了，等婚后就去环游世界，好好的享受生活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这几十年活得挺累。我觉得儿子说的对，咱们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自由。壮壮，做你想做的一切事情吧，妈都支持你。实在不行就把集团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，我和你妈也去环游世界。想得美，我可还没答应你。妈，你就给爸一次机会吧，他天天盼着你回来，都快得抑郁症了。看在儿子的份上，我就勉强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吧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放手。你们老两口腻歪吧，我先回房间了。明天就是我大婚的日子了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没想到我林大壮有一天也能走上人生巅峰。一个字儿，爽！Beats fast, colors and promises. How to be brave? How can I love when I'm afraid to fall? Watching you stand. 我也爱你。兰兰，你愿意嫁给我，做我一辈子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